哪吒2上映延长至3月30号，咱妈的意图很明显，不满足于全球动画电影票房第一的成绩，还要干掉《阿凡达》，登顶全球电影票房。一定有人好奇，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呢？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咱们要这么做。一句话，趁你病，要你命。集中力量打赢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反击霸权的战斗是至关重要的。而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之前咱们说董王使命那个系列视频的时候就说过，为了补贴制造业回流，实现美国再工业化腾出预算空间，并清除寄生集团的势力，美国这场大清洗必然要有一个正义的外衣，这个外衣就是反腐。马斯克领导下的政府效率部已经开始爆料了，从之前美国国际开发署资金流向不明，到美国国防部为$100million的衬套支付$9万，价值$600万的9只羊等等各种贪腐丑闻的曝光。这周一，马斯克再爆出社保系统的大瓜，美国社保数据库存活人数比美国总人数多出了近6000万人，15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40万人，年龄最大的甚至超过了360岁。这么算下来，这个人生于1664年，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见了他，也得叫一声爷爷。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总人口数约3.31亿，其中年龄在100岁以上的人口也不超过8万人，而美国社保数据库中登记的在拿退休金的100岁以上的人口就超过了2000万，中间相差了1992万。所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也许暮光之城是真的，社会安全金正被大量的吸血鬼领走。虽然他这番话是讽刺，但是没准是真的呢，因为这就能解释通一件事情，大蒜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不是他们议员说的。那么被这1992万吸血鬼吃掉的养老金有多少呢？根据美国财政部2024年4月份提供的数据，美国的平均养老金为每月$1915，这么算下来，仅养老金一项每个月就是381.5亿，一年就是4578亿。大家要知道，这些钱是美国财政部出的呀，而美国财政连续多年赤字，仅2024年就赤字近$1.833万亿。换句话说，财政收入不够，就得靠发美债找美联储借钱过日子。再到中间国会通过的预算法案，财政部的审批拨款，债券的发行拍卖，美联储的购买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环节上的史密斯专员们谁都得拿一头不是。那么由此看来，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的账本肯定也不干净。所以在上周日，特朗普就表示美国36万亿美债有问题。那么这些跟哪吒2冲榜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想，特朗普查的是谁的账？是拜登政府的账，更准确的说，查的是寄生集团的账。那么大家想一想，寄生集团弄走了这么多钱，可都是见不得光的呀，所以他必须要洗。恰巧电影就是最好的洗钱手段之一，比如夸大制作成本，像场地租赁费用、演员片酬、道具和服装费用、场景搭建费用等等等等，都是可以虚报的。尤其是演员片酬，动辄几千万，是最容易操作的。再比如利用海外发行，在国外成立电影制作公司，与美国国内的电影项目进行合作，将非法资金以制作费用的名义转移到国外公司，然后再以各种项目结算的名义将资金转回国内公司。再比如操纵票房，与影院勾结，给影院一定比例的回扣，让影院虚报票房收入。还有利用资本市场，通过操纵票房加舆论炒作的手段，造成制作公司股票大涨等等等等，是吧？手段多了，咱就不在这儿细说了，说多了也不合适。总之大家要知道，电影是洗钱的手段之一，而众所周知，好莱坞是继承集团的。所以民主党的史密斯专员们把从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防部、财政部以及社保上摊出来的钱，通过自己家里的好莱坞过水，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所以在昂萨集团清洗寄生集团的大背景下，好莱坞作为寄生集团的势力范围和洗钱的工具，难免会受到波及。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打他一个漂亮的反击，趁他病要他命，那是不是太对不起我们战略民族的智慧了？其实这场反抗意识形态霸权之战由来已久，中国传统文化中3位极具反抗精神的英雄人物已经悉数披挂上阵。去年8月份，黑神话悟空爆火，
一块石头和3只眼睛已经完成了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向输出任务，把美西方文化霸权壁垒打出了缺口。现在就看3坛海会大神二金偶冲入海洋文明的文化阵地，能够挑落敌方多少战将了。按照我的看法，哪吒2的目标就是斩阿凡达于马下，因为这2部电影简直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哪吒是中华民族面对困境和压迫时坚韧不屈和反抗到底的精神内核，而阿凡达是科幻版的与狼共舞，所展现的正好是西方殖民文化，只不过披上了科幻的外衣而已。所以面对哪吒的挑战，大侄子们不就有组织的行动起来了吗？这份群聊记录已经广为流传，这样有组织有策划的针对这部电影，这不就是典型的文化领域内的霸权与反霸权的战争吗？中美网友对仗让我们站到了人和，昂萨对寄生集团的清洗给了我们天时，以国内电影市场为主阵地对外反击的形式让我们占尽了地利。这样的情况下，这一场既没有硝烟也没有流血牺牲的仗，我们如果还不打，那是不是太怂了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因为70多年前先辈们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他们那场立国之战不打，那么就得我们去打。一个道理，这场反击文化霸权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打，就得我们的孩子打。所以这场仗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这部电影本身配不配上这个位置的问题，而是持续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领域之战，攻守能否一行的问题。